一双离婚男女在结婚时获得的100万元红包应该属于谁的呢？应被包含在双方的婚姻资产中吗？身为家长，如何确定您给的红包是属于您的孩子的呢？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Law Sister 法律达人，我是 Angel。在这个频道，我不是跟您说八卦新闻的，我是根据法律来带您看八卦新闻。这是在新加坡举行的婚礼上发生的事情。当新婚夫妇在传统的敬茶仪式上向父母敬茶致意时，新郎的父亲交出了一个装有100万元支票的红包。这两个人在2015年1月3日结婚，儿子同年11月出生。当他们仅仅3年的婚姻破裂时，这个不同寻常的大礼物成为这对夫妇激烈的法庭争论的焦点之一。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丈夫在新加坡岛乡村俱乐部 SICC 的高尔夫会员资格价值为30万元。高等法院在2021年裁决双方所分配的离婚资产后，双方皆表示不满意，因此提成上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上诉法庭针对如何在一个离婚家庭中分配有价值的资产的决定，将成为未来离婚案件的参考。第一个争论的焦点是，那个100万元的大红包是属于谁的呢？上诉法庭认为，这个100万元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当新郎的父亲在敬茶仪式上送出这个红包时，他是打算送给这对夫妇的，还是只送给他的儿子的呢？当此案提交给高等法院时，法官裁定父亲打算将这笔钱交给他的儿子，就是新郎，因为以下3点。第一，新娘在同一个敬茶仪式上已经获得了价值2万元的珠宝。第二，在婚礼前，新郎的父亲在儿子提亲时赠送了一辆价值27万元的宝马轿车给儿媳妇，儿媳妇还从新郎那里收到了价值10万元的珠宝。第三，新郎后来将这个100万元的支票存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而不是夫妻共同的账户。这对离婚夫妇皆对高等法院在2021年的裁决表示不满意，因此提呈上诉。上诉法院推翻了高等法院的裁决，并裁定这笔钱是父亲给这对夫妇的，而不仅仅是给儿子的。上诉庭法官吴碧里给出3个理由。第一，如果父亲只想把钱给儿子，他可以在婚礼之前或之后这样做，然而他选择了在婚礼的敬茶仪式上这样做，这是双方向家庭高级成员致敬的重要场合。第二，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仪式上公开赠送礼物的行为会被客观地视为送给这对夫妇的礼物。第三，妻子还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一段她和丈夫谈论100万元红包的秘密谈话录音。虽然这录音是发生在婚礼后大约2年，当婚姻已经岌岌可危时，法官认为这对夫妇的行为揭示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份礼物。法官说，我们注意到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了谈话，因此女的比男的有优势。然而，谈话的实质内容表明，妻子不止一次向丈夫明确地表示，这100万元的礼物是送给他们俩的。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丈夫并没有纠正她，说礼物只是给自己一个人的，相反，他给出了各种其他的理由，但最后他还是心软了，说了一句，是给我们，是的，但这笔钱是由我来做决定，这就是父亲给钱的原因。因此，上诉法院裁定丈夫不能将这100万元占为己有，因为这笔钱已经包含在这对夫妇的婚姻资产中，可供分割。第二个争论焦点是父亲赠送的 SICC 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婚前拥有的资产通常在离婚时被排除在婚姻资产分割之外，除非另一方配偶对其做出重大贡献或改善。丈夫辩称，他的俱乐部会员资格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第一，这是他父亲在婚前送给他的礼物；第二，即使俱乐部的会员在婚姻期间被双方用于娱乐或社交目的，但是父亲支付了会员费，而妻子并没有贡献任何会员费。
但是妻子反驳说，在审讯期间，丈夫并没有在法庭上出示任何证据证明丈夫的父亲在婚前确实将会员资格赠予儿子，而这一点很容易就从俱乐部那里获得了相关证据来证明，例如何时购买。上诉法院指出，在审讯期间，这些要点证据均未提呈法庭。法官指出，虽然会员资格很可能是在婚前获得并由父亲支付，但这必须是由丈夫证明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做到。因此，法院裁定俱乐部会员资格成为婚姻资产的一部分。上诉法院裁定，这对夫妇的婚姻资产总价值为大约240万元，包括100万元的红包、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丈夫的玛莎拉蒂轿车和妻子的宝马轿车。这对夫妇并没有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是住在丈夫父母的平房里。上诉法院裁定，由于这是一段短暂的婚姻，而大部分的金钱贡献来自于丈夫，妻子因为照顾儿子的间接贡献而获得了超过1/3的份额，即大约82万元。针对以上这个案例， Law Sister 有3个建议。父母参与子女离婚审判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礼物，导致他们希望在子女的婚姻失败后取回这些金钱与礼物。如果这些父母想要取回这些金钱和礼物的话，他们必须从这个案例中吸取3个教训。第一，就是送礼的时间 timing of the gift。想要只给孩子送大礼的父母，应该远在婚礼前就这样做。可以的话，不要在孩子配偶在场的情况下这样做。这样一来，送礼背后的动机就很清楚了。正如法院所裁定的那样，在婚礼期间，尤其在传统习俗中所送的礼物，将被视为赠予2位新人，而不仅仅是接受者。第二，保存好有关礼物的详情，书面证明 details of the gift。 当涉及纠纷时，书面证据通常有助于打赢官司，所以保持适当的记录很重要，以便您以后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来进行索赔或反诉。第三，视频或谈话录音 video or sound recording。就好像 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的诽谤官司那样，在案件里的妻子出示了秘密谈话录音，对法院找出事实的真相有很大的帮助。说到这里，大家来讨论讨论，在视频里丈母娘所给的金钱和礼物到底是属于谁的呢？这故事发生在中国江苏盐城里的一场婚礼上，面对岳母一捆捆钞票送不停，新郎笑不停。当新郎来接新娘时，岳母当着新人的面，一边说祝福语，一边将一捆接一捆的现金放进行李箱当嫁妆，共40万人民币，还附送房产证、车钥匙等，然后交到女儿手中，一边的新郎笑得合不拢嘴。Law Sister 来问问大家，这些嫁妆共40万人民币，一架平治轿车，2套房子的嫁妆，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是新娘还是一对新人的呢？最后 Law Sister 认为夫妻应该是互相扶持的，不分彼此的把家庭经营好。对任何人来说，最佳投资是确保自己的婚姻能够持续下去，因为1+1大于2。而且幸福的老夫老妻会告诉您，他们长久的关系比他们可以拥有的所有的资产更有价值。好啦，今天这一支影片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 Angel，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